震惊南韩演艺圈的消息是，知名演员李善均今天上午在首尔自己的车辆里面轻生身亡，享年48岁。而他的妻子田惠正呢，是上午在家中发现他写的遗书之后，就立刻报警求助，可惜还是来不及阻止憾事发生。而李善均呢，他在遗书中的内容也曝光了。他提到妻子田惠正是他一生的挚爱，非常抱歉这段时間让家人处于痛苦之中，希望大家可以就此忘了他。10시 반쯤입니다. 경찰에 따르면 오늘 오전 10시 10분쯤 이 씨의 매니저로부터 이 씨가 유서 같은 메모를 작성하고 집을 나섰고 차량도 없어졌다는 112 신고가 접수됐는데요. 韩国警方公布部分遗书内容，李善均提到对不起妻子、家庭以及父母，希望关于他的一切都成为回忆，一切都回不去了，也很抱歉让大家以这样的方式记住他，还喊话要大家忘了他，这样子或许就不会让他和家人处于痛苦之中。事发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各家韩国媒体都在现场报道第一手消息。因为南韩演员李善均在台湾时间9点半左右被发现沉尸在公园的车辆内。不止整辆车都被盖上白布，隐约还能看到有担架被抬上救护车。警方还把车牌贴上警戒条。事情经过早在26号就传出李善均的经纪人联络不到他，接着27号早上9点12分，妻子就报警称丈夫留下遗书字条就离开。而9点半，警方就在距离住家车程35分钟的首尔卧龙公园找到李善均倒卧车内。다시 한번 많은 분들에게 신경 끼쳐드린 점 진심으로 사과드리겠습니다. 오늘 조사 있는 질문에 성실하게 답변드리고 있습니다. 其实早在23号接受第3次调查，长达19个小时审问出来之后，李善均在飘雪的天气下戴着圆框眼镜，面容明显黯然憔悴，还微微跟现场记者们鞠躬离开现场。而经纪公司27号中午也发出公告，内文证实李善均已于12月27号辞世，也恳请媒体不要散播恶意报道，并另外提到葬礼会在死者家属和同事陪同下安静举行。TVBS 新闻综合报道。而回顾李善均的演艺生涯，他出道时间长达22年，演出过多部高人气的电视剧跟电影。最早年呢是以《咖啡王子1号店》在亚洲窜红，后来他跟 IU 合作《我的大叔》，也曾经到台湾来宣传。而近年来则是靠着《寄生上流》再度创下了演艺高峰，也成功站上国际舞台。나 좀 싫어해줄래요? 아주 열심히. 미안하다 말 시켜서. 厌世少女 IU 碰上温柔大叔李善均，两人成为彼此的灯塔。2018年，《我的大叔》李善均精湛演活中年男子朴东勋无奈又寂寞的人生。 인간 다 뒤에서 욕해. 욕하면 욕하는 거지 뭐 어쩌라고. 뭐 어쩌라고 일러. 李善均剧中看似拥有完美事业家庭，却卷入公司的高层争斗中，把最真实的自己隐藏心底，不约而同，现实中也卷入争议。 쓸데없이 맞죠? 술자야? 온 동네 다 쓸고 다니는 아저씨게 쓸자요. 아 우리 2007年，与尹恩惠、孔刘演出《咖啡王子1号店》，暖男形象深植台湾粉丝的心。2014年，主演电影《非常警探》，获得百想艺术大赏影帝，并借由《寄生上流》享誉国际，收获10个奖项。 야 어디서 그 냄새가 나는데? 뭔 냄새? 김 기사님 수면. 김 기사? Was best known internationally as the wealthy father in the 2020 Academy Award-winning film Parasite. 包括 CNN、BBC、好莱坞报道者都大篇幅报道他的离世。4年前，李善均首度访台，宣传90分钟末日倒数，还跟何振宇搭高铁南下到台中。不少粉丝直接追到高铁站，李善均也亲切用中文打招呼。2021年演出悬疑剧《Dr. Brain》，是偷他人记忆的脑科医生。 그냥 제 셀프 내동기화를 통해 가지고 저 어릴 때 기억이나 잊고 있던 기억들 추억들을 들여다보고 싶은 마음이 있습니다. 48岁的李善均出道22年，表演不遗余力，留下的经典剧迷不停回味。TVBS 的新闻，徐家润、洪庭台报道。 其实李善均在10月份的时候卷入了出轨跟吸毒疑云，不过他昨天才透过律师喊冤，强调他的药检都是阴性的，但警方却还是对他半信半疑。而反观当初跟他一起被指控吸毒的 GD， 接受调查之后，警方已经还他清白。
오늘 조사 성실히 임했고요. 이제 앞으로 경찰에서 저와 공갈범들 사이에 어느 쪽이 진술의 신빙성이 있는지 잘 판단해 주시기를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12月23号，经过19个小时的调查，南韩演员李善均终于在第3次传唤中走出来，脸色看起来相当憔悴。透过律师向警方喊冤，说自己是清白的，甚至要求对指控方测谎。 하지만 소변 간이시약 검사와 국립과학수사연구원의 모발 정밀 검사 등에서 모두 음성 판정을 받았습니다. 如同韩媒所报道，李善均所有检测均为阴性，但是韩国警方却一直以指控 A 经理的陈述作为调查依据，让人不免联想到韩星 GD 的乌龙事件。 첫 번째 질문은 마약 투약을 하셨습니까? 하지 않았습니다. 마약 범죄 관련 혐의 사실과 저는 관계가 없기 때문에 하루빨리 제 결백을 입증하기 위해 자진 출석하였습니다. 韩星 GD 陈志龙日前前往警局接受调查，并主动发出声明澄清，当时试剂检测结果也都是阴性，最后日前确定是乌龙一场。警方宣布侦查终结，确定 GD 没有嫌疑，不移交检察官。而明星吸毒但被判乌龙，也让人不免联想到李善均这次在车内轻生的事件。因为陷入吸毒风波后，他的演艺事业一度停摆，甚至本来传出要跟台湾演员许光汉合作，但却毁于一旦，让人不免感到唏嘘。TVBS 新闻赵汉文、林运珍、林永文综合报道。一开始先来关心令人遗憾的消息，前天在校园里面被同学攻击的国3少年，昨天晚间伤重不治。而检察官相验之后发现呢，他的身上是有多达10处的刀伤，而且呢，刀都是致命的，这让家属是悲痛万分。希望这起事件可以唤起社会对于校园安全的重视，同时也呼吁政府应该要修改少年事件处理法。 走出医院的往生室，与少年的遗体一起上车，家属悲痛万分，含泪前往案发地，就是孩子每天上学的校园。国3受害少年遇害，超过10名同学目睹这一切。涉案少年和涉嫌教唆的少女被送进警局做笔录后，依照杀人未遂移送少年法庭。只是警方与校方第一时间看到伤者被刺了5刀，检察官却回到医院相验，确认少年身上有10处伤痕，刀致命。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跟痛心。那接下来教育局跟学校会全力来提供家长有关于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项协助，学校也会配合司法机关来进行调查。 Dcard 也出现了一篇自称少年家属的留言，写着遗憾的事情发生了，比起植物人算是能接受的结局。少年生前是一位正义感爆棚的人，但也因为过于正义导致他丧失性命，对家属来说无比伤痛。同时也呼吁，希望家人的死可以换来修改少年事件处理法，重视校园安全。 少年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杀人罪或重伤害致死罪，法官会去考量少年是否有杀人的动机。如果经判断为杀人罪，因为少年不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是死刑，少年将面临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官再依未成年条例来决定减刑的幅度。 新北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少年法庭。如果法官认为罪名要从杀人未遂调升到最轻本刑5年以上的杀人罪，将依法以裁定移送地检署。检方也会搜证调查，当初涉嫌教唆的少女，只因为到被害人的班级串门子被赶出来，就怀恨在心找干哥告状，引发一连串冲突。恐怕没有想到替人出气，竟闹出人命，这是谁也赔不起。TVBS 综合报道。 而行凶跟教唆的这2名学生其实都是转学生，他们之前在前一所学校呢就出现过偏差的行为，联手霸凌女同学，而受害者家长就控诉2个人当时是毫无悔意的。后来他们是被辅导转学，可是没想到换了新的环境，这次是却闹出了人命。教育部目前呢也开始在检讨安全网的机制，要防止危险物品进入校园。 校园发生喋血案，动手的国中生和教唆的女学生，过去就因为类似的状况才转学到这一次的事发国中。今年2月，他们和几名同伙因为欺负女同学，还拍影片放上网，事后陆续被辅导转学，但时隔不到1年，再度出状况。他的态度就是完全没有悔意啊。然后那时候上法院的时候，看到他们还就是全身在颤抖，然后也在哭啊。
教唆者那个他们的家长就是很可恶，然后他们就也是要看着他都没管。你看到现在又发生另外一起事件。家长看到新闻，实在是没想到，因为这件事辅导转学后，这2名学生会做出更严重的案件，认为对方的家长在教育上出现问题，但因为有状况才离开了原学校。转学后，学生心理状态也是影响行为的关键。从零开始，那他可能可以放掉很多包袱，过不去有一个疙瘩的话，那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转学，可能都是一个冲击。通常被辅导转学的个案，新同学不会知道过去的状况，但因为可能都在附近，同侪间有耳闻，可能也会是冲突的原因之一。尤其如果转学不止一次，环境不断变化之下，可能也会影响行为。你如果一直转学的话呢，第一个朋友的适应。或者是说，新环境啊、新的老师、新的辅导老师等等，其实都会是一个让他们压力来源的状况。所以说，频繁的转学其实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心理师解释，相处的同学师长一直改变，很可能让青年或青少年产生焦虑和忧郁的状况。因此，像这样的高关怀对象要怎么照顾，教育部也介入。依规定，国中每15班要配置1名辅导老师。新北市市区的国中每班约28到32人，等于每个辅导老师要负责超过400个人。教育部宣布加强学生3级辅导措施，立即检讨类似对象的辅导评估机制，并强化管教作为，提升人力经费。另外，也有安亲班、补习班要求家长别让孩子带用不到的危险器具，例如美工刀、萝卜刀等等物品，希望校园安全从家庭做起。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